好，现在有2个宣判哈，很引人瞩目啊。第一个高虹安哈，那说他 A 了助理费啦，46万洗头啦，什么一审判了7年4个月哈，那褫夺公权4年啊。但是呢，你看那个判决书又很奇怪，说呢高虹安处有期徒刑7年4个月，褫夺公权4年。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台币116514。对，他不是像那个检察官不是说46，本来讲46万觉得也不多了啊，但是11万多怎么回事啊？那这是其他人嘛？对，再算给大家听。高虹安、陈焕宇、黄慧敏，高虹安判7年4个月，然后这个陈焕宇判1年，缓刑3年。黄慧敏判2年，缓刑5年；王义文判2年，缓刑5年啊。所以他的助理现在看起来，不管承认不承认，都缓刑了，都缓刑了啊，都缓刑。那另外呢，高虹安宣布退出民众党，所以我会提出上诉啊。那另外呢，今天他就停止了，内政部停止邱成远代理新竹市长，主要是因为地方制度法了哈。那另外呢，他12次被约谈。12次被约谈，加起来也不是11万。那另外呢，这个法官认为犯罪所得是116514块，很少哦。那理由是说呢，高虹安位居立法委员要职，负责我国立法公务，本应该廉洁自持、遵法自律，作为人民榜样。竟为增加立委办公室可运用之零用金，罔顾立法院编列的预算，支给公费助理补助费用的目的。而非法利用职务的机会榨取该助理的补助费，败坏官箴就是116514块哈。那另外呢，这个王玉文是唯一的不认罪的助理，也是2年缓刑，他说有一点委屈哈。那当时是因为这个小兔他说助理小兔的账本列了一大堆很详细，所以变成有杀伤力。民众党声明。这奇怪的，民进党新北市议员周雅玲跟她的胞妹诈领1000万助理费，一审判8个月及6个月，缓刑3年。那我们怎么11万多也好，46万多也好，为什么要判7年4个月？显然是有双标。民进党现在要赶快向新竹市民道歉。那我们看一下。假设是把公费助理的补助费用在自己实力支配之下。因为偶然或事后的特殊需求，才做其他部分的使用的话，这时候呢很难认定说，这个没有不法所有的意图的。从起诉到最后一审宣判，经历11个月，新竹市市长高虹安的贪污案一审宣判。高虹安判刑7年4月，褫夺公权4年，没收11万。同样也不认罪的助理王玉文贪污判刑2年，缓刑5年。而另外3名认罪的办公室人员，只有陈玉凯无罪。为了证明自己没有犯意，每回法院传唤高虹安，他都亲自出庭，经常手中拿着有分量的资料，希望可以说服法官还自己清白。一个是500万押了7年，那一个是46万，在1年半之内就有结果，所以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它就是一个政治斗争。一审宣判这天，高虹安没有亲自聆听，只有前助理王玉文出现，这样的结果也代表他的新竹市市长职务即刻面临停职。叶律师，到底怎么回事？我刚刚看到一个很怪的事情，这个是这个新竹地方法院的新闻稿哈，因为刚刚其实大家台北地方法院新闻稿，刚刚大家在说法院说它的加总金额是116514嘛，可是它有3段不同的行为，一个是说是74700多哈，另外一个是4万0啦，好，再来一个是8000多。3个加起来应该是12万2000啊，所以法院的判决新闻稿显然是互相矛盾的。加错了。好，所以这是第一个啊。应该加错了吧。第二个，就像刚刚其实赵大哥也有讲到，就是说这个金额跟这个判刑的刑度是不相当的哈。那其实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其实呢，最高法院在之前的判决里面针对。我现在举一个例子107年这边有一个案子就是明代他去挪用助理费的案件。好，那个时候最高法院就说要看你到底是公款私用还是公款公用。好，那最高法院说，如果款项拨入助理账户之后这个钱就是助理的嘛，那助理把它再捐出来的话，这是他私人财产的合法处分行为旁人是不能智慧的。好，所以如果再拿出来的话呢，这不构成诈欺
那最高法院甚至还说哦，就是说助理补助费流向跟议员职务有实质关系的事项，不是挪为私用的话，就欠缺不法意图哦，所以不构成这个贪污治罪条例的利用职务上的机会榨取财物罪啊。好，那这跟今天的案子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想民众党为什么会跳出来说这跟法院之前的见解不同啊？我想不是完全没有依据哦。那台北地方法院对于金额这么低的案件，然后用到7年4个月啊，我想一般老百姓会觉得非常的奇怪啊。那我们当律师的也会觉得非常的困惑，就是为什么要判得这么重？那2审会怎么样？二审啊，我觉得被推翻的几率也蛮大的。那当然，这边还会涉及到另外一件事，就是说，因为现在我们地方制度法的规定很清楚嘛，就是市长如果被判刑1审，那他只是停职，然后是由他的副市长来代理。好，那因为他的只有在任期超过2年的时候才会补选，那到今年年底就超过2年了，所以看起来民众党可以守住他这个新竹市长这一席啦，会由副市长应该至少代理到他任期结束。对啊，这个我解释一下哈，就说高虹安被判的这个7年4个月，法官在那个判决书里面呢写的还蛮清楚的。第一个，他的那个加班费的部分呢，他不认为他有诈领加班费哈，他说加班费呢是他们的权益，他们是合法的，你难任其有不法之意图，所以加班费这个没事。然后他被判的部分呢，跟他采取什么公积金制度啊，他们这些助理啊有没有回捐呢，什么都无关。他最重要的就是说，高虹安呢，在对他的这个助理，包括这个小兔啊、陈焕宇啊、王玉文的部分呢，他都是比如说像。他们都是以这种比较低的这个薪水，比如说你只给他6万，你只给他6万2，给他7万，给陈焕宇6万，给那个谁什么4万，可是呢，你却把他报成6万多，6万2，你却报成6万8千多，6万6千多，7万，然后7万的呢报成这个7万多少钱，然后8万。然后以这个较高的这个薪水呢，又去申请这加班费，好，那这样加班费不就更多了吗？所以法官就一个一个算，哈，就是说，高虹安这个虚报这个黄慧文的这个部分呢，他就是7万4，然后再有关于这个陈焕宇的部分呢是40154，然后王玉文的部分呢加总起来的话，对，是8200，所以他总加起来，他所榨取的就是11万多，他的算法是这样子啊。那所以说，如果说是依照这样子的法官的这个判决，而且他说在呈的上面的证据里面呢，包括他们入账的记录啊、往来的等等呢，就是都是非常的这个明确啦。以这样子的认定的这个犯罪的事实，我觉得在打到2审去的时候呢，就可能对于高虹来讲就会有点困难啦。这个就是回到刚刚讲的，说之前有些人甚至是根本没有当助理，然后你去拿人头去报，报了以后，你只要大部分是用在公款。法院基本上都是 OK， 他认为你没有不法意图啦，所以我觉得到最后可能还是得回到说，当然他有福报，这是没有话讲，这一定有意图使，这一定有这个使公务员登载不实，也有诈领，这没有问题啦。只是说法院以前说，如果你钱拿来都是做公务使用，那就没关系。他比如说助理明明给6万，然后报7万，那1万他做了什么用？没有，他就拿那个钱，然后又去做公积金。对，然后不，而且他拿这个钱呢去申请这个加班费，那加班费就比较多了嘛。然后加班费不就是依照他们的那个公积金的制度，他就就到这个公积金里面去了。所以说他就是有这个诈领的事实嘛。好吧，我们看他的反应。他用去洗头啦。法官今天的宣判和10几年来长期累积过无数个助理非案的判决主流稳定见解有非常非常大的差异，更是前所未见。针对1审的判决，我绝对会提出上诉。我也要在此警告，想要利用政治恶意操作来攻击市府运作的人，你们不会得逞。市府团队绝对会依循稳健步伐迈力向前，不容许有任何状况伤害到新竹市民。最后，我也要在此正式宣布，即刻退出台湾民众党。谢谢各界的关心。老沈，今天高虹安跟严宽宏啊同一天判刑，令人不胜唏嘘啊！你想高虹安如果没有郭董，他不会从政，因为郭董跟柯 P 的关系，所以他才当了委员。他不从政的话，他不会有这些事。严宽宏因为他爸爸叫严清标，如果他不是严清标的儿子，他也不会去盖豪宅啦，去做那些
乌漆嘛黑的事情，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个程度。但是两个人的情况，两个人的从政的路径是很不一样哦。但是呢，你看他贪的钱呢，其实非常小。非常非常小，尤其是高虹安买什么化妆品啊，去洗头啦，去干什么啊？加起来哈，真的是没有多少。但是我觉得严宽宏跟高虹安，他们难道不知道他们在做的事情是不对的吗？我觉得他们知道，但是呢，他们在做的时候觉得说啊，这有什么关系？这红掠的机会不这啊，掠的嘛不现在要紧啊。我觉得那种观念哦，那种你一旦从政。我讲给你听啊，你知哦？一旦从政以后啊，你需要对自己非常严谨，一毛都不能乱。我出国之前啊，好几十年前啊，有一次我记得有一个政工所的公务员，把政工所的椅子啊搬到家里，判了好几年了。啊，你说中那个才中啊？你有时候吃个便当都办了。对啊，休息一下再回来。住得安全，活得平安。一人一点力，爱就大无限。柯建铭尊重司法判决，找回新竹的光荣。柯文哲，我认为高虹安没有贪污的意图，并不想要贪污啊。所以呢，支持高虹安争取清白。然后呢，黄国昌也支持高虹安争取清白，为自身来辩护啊。那高虹安因为涉贪判刑，依地方自治法依法要停职。副市长邱成远代理市长。那另外呢，这个说新竹将会面临没有市长的窘境啊。为什么会这样？未来2年，新竹人应该觉醒，自己的城市自己救，还是有市长啊？这没市长，我们乱讲一通。柯文哲沙盘推演，高虹安案2个情况，说怕将来新竹票仓被民进党抢走了。第一个呢，说如果高虹安上诉，3审定谳仍有罪，任期过半，行政院就指派代理市长了。啊，那第二呢，如果高虹安2审认罪，换取轻判，也会导向同样的结局，就是行政院自己派人来了，就被民进党选举选输了，那就派他人来就是了嘛。以前花莲不就这样吗？柯 P 说看起来想要黄国昌去新竹选。那另外呢，高虹安可能会面临逼宫请辞，所以牵动市长的补选以及2026的版图。各政党都他们蓄势待发，民众党黄国昌、邱成远。国民党李进颖、郑正乾，民进党林志杰。那另外呢，因为严宽宏、高虹安都被重判7年了，所以呢，这个你只要贪污，将来呢打到身上都很重的啊。那另外呢，民进党团说司法侦办勿忘勿重，郭长。我想从这个判决，不管是严宽宏或高虹安啊，这种判决出来啊，就有一个很可惜，如果有民进党党政，判出来会不一样啊。但是我们非常无奈，但是司法不得不尊重。当然，事实已经判出来，可是在这里我也感觉到很奇怪啊。以前你们不是说，这些加班费，结果高虹安把所有资料拿出来。所有申请加班费，甚至于立法院也觉得这是立法委员有权利去分配加班的事实。到最后查来查去，事实都是有加班。那现在又来一个，就是其中里面这里有8000多，那里有几千多，现在判的不是加班费溢领的部分，那就很奇怪啦。你法官人家资料提出来以后，那你又另外再找另外一个小问题算起来不管是11万多，刚才叶大律师在讲11万多或12万多，12万多，这个到底那如果依照叶大律师所讲的12万多，你把它写11万多，到底你这个根据是从哪边来？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
有一点似乎像政治判决。从头开始，他们就讲，这检察官当场跟3、4个助理讲啊，我没办法，你们认不认罪是你家的事，或许是他问案的一种，但是他们就讲上面要我起诉，所以你们怎么讲，我还是要起诉，你们要不要认，我还是会起诉。他跟你明讲，那现在还不是升起来当主任检察官吗？所以很多的巧合。可话再说回来，这比例原则，11万几也好，8000几块也好，拜托判7年外，这种东西也可以伪造文书也可以诈欺大律师，我讲对不对？所以这些东西就怪一个，如果今天有民进党党政，这个判决会不一样。所以虽然判下来，当然台湾民众党也是尊重，但是勿枉勿纵。可是我们会支持高虹安上诉到底，司法还他清白。立法院助理费到底怎样？加班不加班？立法院的助理加班费它是算人头的，一个人呢1万块1个月，所以跟他本薪无关。本薪无关，一个月就是给他8万。当然现在有经过调薪，可能加个5%啊，是8万1-2千。我这个细项我都记不太清。1万块，一个办公室8个人8万。这个8万一般的委员给的，有人按照你薪水比例。但是大部分呢，就是看你的工作有的助理加班确实是比较多他就会多给一点，但是并绝对不是按照薪水的比例。举例，你5万块是占40万的1/8，我给你多少，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案子高虹安我也跟他同事过2年了刚才他好几个这今天来宾都在讲，基本上感觉上跟比例原则不太符合第二件事，而且这里面好像是有点模糊的地方。当然，我们从另外角度来，高虹安是一个新兴的学历都很好，因为这个事件上让他这一辈子就再也不能从事公职我就觉得也可惜了当然也给所有全国的公职人员、议员立委一个警惕不该做的事情，连想都不要想，连碰都不要碰。我有意见，为什么从此不能再选公职？对你来讲是一个遗憾，也许是这个幸运你晓得，我一个助理，现在后来变成郑云鹏的助理，他选了几次议员都落选，后来就算了，辞掉了，回台东去养鱼养龙虾。非常成功，龙虾这么大，那个龙石斑这么大，他寄来给我吃，非常成功。他就是一个被政治误了前途的企业家，很多人都这样了。你这样，你有看吗？我差点，但我没有什么做生意头脑，所以我在这个位置上。好，就我对刚刚委员的意见就是不太一样，我的立场不太一样。我还是要说，这个跟党政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在我选区就有一个民意代表，他因为助理费被判了9年，是民进党的。其实我也觉得他很冤屈，因为他的助理我都看过，但是他还是被判了9年，那现在已经去入监去服刑了。那所以我还是觉得这个跟党政没关系，但是在高虹安这个案子里面，我个人认为是他有没有认罪会有很大的差别，因为我们常常都说情理法，当然法要在前面，可是情也很重要。如果今天高虹安完全没有想要认罪，那这件事情对法官来说就会非常的严重，因为他今天他的助理3位都认罪，也很事实明确的知道说这个钱放进大水库之后用了什么样的事情，这个公积金拿去洗头去买卫生棉去买咖啡买一些其实不是这个所谓的公众使用上的这个资源，那其实对于法官来说，他的心证就很明确，你这个东西不是用于公众，你是用于私利，那他就会觉得你明明就有问题，可是你却没有认罪，所以这个认罪与否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过去我们看到，其实这个助理费蓝绿都有认罪，通常都会从轻发落，但是不认罪就会判得很重。那我觉得这个是过去的判例一个非常明确的这样的一个方向。那在高虹安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确实是看到他就是不认罪。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尴尬的事情因为地方制度法规定说，如果贪污罪判刑确定的话，你就要解职所以换言之，如果高虹安今天认罪，我承认我有贪污的行为，那是马上解职，因为他基本上认罪，然后还不可能上诉了嘛。
好，所以这是他没有办法做的选择。好，那但是回过头来，就是这个案子到底有没有偏离过去的法院判决的认定的标准？我觉得是有的啦。会不会太重？我也觉得是重了一些哈。那我其实还要回头来看，就是我觉得我们年轻人从政真的要小心。就我的理解，高虹安就是用了一个民进党的办公室主任嘛，好，他跟他说我们大家都是这样做的，你就照着做。好，那我觉得就是警戒心不足啦。那当民众党跟民进党水乳交融的时候，不是问题；两个政党一翻脸的时候，这些通通变问题。我有个小问题请教林委员啊。对，高虹安之所以从政，是因为郭董的关系。那他从政以后，他的所作所为，不管合法不合法，是个人的因素100%。为什么你身为民众党的委员，要卷入这么深，替他讲话讲这么多？哦，还有柯 P 也为他讲话讲这么多，干民众党什么事啊？现在已经是民众党的人了。我知道啊，就需要这样吗？不是、啊，就需要这样吗？大佬，我不是在帮他讲话。说实在，任何事情有时候我们会打抱不平，违反经验法则，违反这些公平正义的时候。我们都会讲，不是说因为高虹安他是民众党员嘛。如果我犯同样的罪，你在节目里头会替我这样讲？会，我才不相信。会，因为你不会犯罪。他就因为是民众党嘛，那同党的，因为你不会犯罪，同党的现在讲也很正常嘛，这没有什么问题啊。而且。就说今天这个高虹安呢，因为他做了一个很聪明的一个政治上的决定，他很快的就说他退出这个民众党嘛，所以呢，就对柯文哲来讲，对柯文哲来讲他就解套了哈，他就可以把这件案子呢，就是弄到说这是一个政治追杀，然后挺这个高虹安呢，来继续透过这个司法哈来争取他自己的这个清白，而就解了不管是柯文哲或者是民众党的套，他在2026或者是2028的时候呢，那个阴霾呢就可以扫去这个一大半哈。那当然就说高虹安未来的这个政治前途，我觉得是到此为止了啦哈。因为今天呢，不管是像叶大律师所说的或者是这个像这个各方面看法，认为说判的太重，但是判的重不重不是重点，而是在说他只要是有罪，对，他只要有罪，他只要是贪污，他只要是有罪的话。他的政治的道路就停止啦，而且呢，他这个是福报助理薪资诈领财物，哈，他又不是像这个马英九那时候在这个要选总统的时候，是因为特别费案，这个特别费案被这个起诉的时候。那就是一个政治案件嘛，所以国民党为了这个马英九就去改了国民党的这个提名办法，把那个排黑条款给修掉。他这个不是政治，他这个摆得很清楚啦。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不是一个政治案件嘛。那他只要有福报立委薪资的这个事实，就是贪污啊。那他有什么未来？他没有未来了。只是需不需要判这么重了？对呀，但是判的那么重没差别啊。我要跟各位报告一下。那就很奇怪，沿用刚才叶大律师所讲的，这是李俊毅的主任延续下来的制度。但福报是事实啊，不是他的福报不是他加班费福报，而是他把它推测出来，是他的薪资65000，你报67000，他差额是在这里。也可以说这些东西到最后，我们只有一个期待啦，哈。司法当然我们要尊重，但是我们还是要期待有更公正的高院的法官，有良知的法官对于这些来做衡量。法律没有什么更公正的人。他这个无论如何，就说他有这个，像刚才如果说是委员啊，这个委员提到，费委员提到，就是说法官认定的是说你是依照这个福报的薪资去请领了更多的加班费，但是这显然如果是照费委员讲话，法官没搞清楚嘛，就说这个立法院加班费不是根据你的薪资来算的哈。但是呢，他确实是有这个使公务员登载不实之罪嘛啊，然后呢，你后来呢要这个立委呢，不要你的这个助理呢，把你多议领的这个部分啊，就不管是加班费啊或什么这个地方，就捐回到这个公积金这里面来，然后是不是有去诈领财物的这样的嫌疑的话，这就要看他在2审的时候，他的律师有没有办法。像这个叶律师刚才所讲的，反正就是一个大水库的一个理论，你所有的都用在公务上的话，那这个问题就不产生了。对，正好就是说，搞政治人要很小心了，特别对钱
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哦，你稍微不慎就很麻烦。休息一下再回来。6天。好，那么其实今天在高虹安之前呢，这个严宽恒先宣判，一审7年10个月，处褫夺公权3年，也很重啊。那严宽恒他被起诉是窃占国土、假买卖、诈助理费。不过窃占国土好像无罪，假买卖、伪造文书6个月可以缓刑，助理费又是助理费。我觉得这个助理费要想办法哦，给他。不要这样搞，这民意代表团为了这个助理费，问题太多，能不能把它稍微让它能够有一个规范啦，啊，就不会说搞得变成说动辄这个得救，就动辄入罪了啊。严宽恒喊冤说：“我诈领助理费，莫大的侮辱，我干嘛诈领助理费？其实案子原来不是要办他诈助理费。”是他那个助理啊，跟他做假买卖那个房子有没有？4000多万。他选举时候被人家没有选举都没事的，选举被人家讲说那个房子窃占国土或什么，他就说好找了一个朋友说，那我就我卖给你好了。那卖的也那个钱也是他可能也是他给的，然后就找了朋友出了钱给他，就那个朋友呢就出了4000多万嘛，那就一查说，哎，这朋友怎么也当他助理呢？哦，你那100多万呢？哦，诈领。他是这样牵扯出来的，并不是一开始被告诈领助理费。好，我判断是这样啊。那另外呢，这个他的昔日对手呢，陈柏惟说，我参政都没有7年那么久哈，他现在被判7年哈。那另外呢，这个台中地院说有很强的证据，我们证据很强啊。那另外呢，这个说呢，账册记载严董代收代付总表，哦，所以他有一个总表了哈。严宽被起诉的罪名呢，这个侵占国有地、涉嫌假买卖啊，假买卖就是公园登载不实嘛，哦，那这个好，他的太太不认罪，判决无罪，他的弟弟陈仁贤认罪，所以呢从轻量刑，判刑6个月，1颗罚金，然后呢这林进福。不认罪，所以呢，现在判了7年8个月，也是很重的。哦，然后呢，这个张于庭不认罪，哦，判刑4个月，可以1颗罚金。所以还是要看你的罪的这个大小了哈。那这个林进福也是兼任严宽恒公费助理，就在这个地方出事的啊，他的公费助理在这个地方出事的，啊，所以呢。这个他在第10届立法委员118962票大赢林静怡的96151票，哦，然后呢，原来是中2绿地变成蓝天，哦，那检察官指严宽恒在豪宅被检举以后呢，持续假买卖卸责，哦，所以呢，基本上呢要请法院从重量刑，啊。所以大概就这个案子就是这样，但是真的量刑不是因为那个假买卖或是那个窃占国土，窃占国土还无罪呢。对，哦，真的麻烦是那个助理，又是助理费哈。那国民党说不记党纪，支持他上诉啊。那另外呢，这个所以被认为说国民党是不是避重就轻，跳过停权处分，哦，不提到底要给他党纪处分，不给他党纪处分。那这个内政部说这个不适用选罢法哦。好，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看一下。有关本案对我的指控，我感到极度的震惊跟遗憾。贪案一审宣判7年10个月徒刑，严宽恒依旧不认有罪，力挺自己清白。不过法官恐怕不是这么想。其中犯利用职务机会诈取财物罪，处有期徒刑7年10月；另犯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罪，处有期徒刑6月。刑期最高的贪污罪是由来自于检方发现，严宽恒自2018年担任立委时涉嫌诈领助理费约108万元，也因此严宽恒除被判刑外，也得没收这108万。这些薪水全部都是由他先生的账户自行支配，完全没有去用到严宽恒的1丝1毫。
否认诈领，更声称这钱统统没动过。而这回法院宣判的不止诈领助理费一案，还有招待所窃占国有地以及杀入豪宅涉嫌假买卖。不过这2案严宽恒本人均无罪。我希望我们相信司法的一个公正跟独立，我们认为是天大的冤枉，而且是对我本人最大的侮辱。你这么说不适用选罢法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不是贿选了，所以他不会因此就停止了。好，一定要这个定验以后，最后判决确定，然后再说了。好，来叶律师。那我觉得这个案子有点瞎啦，就是严宽恒讲，就是我们回到一般社会人讲说，你说严宽恒去贪助理费，然后108万，对，这个有点瞎哈。然后所以我刚刚林委员在问我，我觉得这个2审应该翻案的机会应该是有的啦。好，然后其实当初大家打他的这个豪宅都说他窃占国土嘛，所以闹了半天窃占国土的这个部分是没事的。然后你说假买卖，所以就构成意图使公务员登载不实，这个很怪，就是我们实务上都承认说有所谓的借名登记啊。好，就说我实际上这个房子是我的，我放在你名下，然后我也去过户啦。这个从来也没有听过哪一个人因为这样子说就去被办说使公务员登载不实，这有点，我觉得这有点扯啦哈。所以这整个案子不管从起诉好到现在一审判刑，我始终有一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感觉啦。好，所以我觉得2审的话，应该严委员是有机会的啦。林委，我觉得这以我们虽然不是律师，但是以我了解的只要是伪造文书跟诈欺这2个罪，检察官跟法官说有罪就有罪，因为他的基准是法官在认定的。所以我是觉得这样啦，像严宽恒这个一开始这个窃占国土啊或者什么，其实最后被判的这7年，那才是无中生有起来，把这个伪造文书这个部分把它抽出来说，这里也罪加一等，这里就是你是诈领那个助理费。所以我是觉得这样啦法官真的要勿枉勿纵。大家人民虽然对你们印象不太好，但是所有老百姓对你们还是有所期待，所以还是要勿枉勿纵。我记得好像前一阵子有个民调说，最被人家信任的公务人员是警察，到70%；最不被人家信任的公务人员是法官，只有40%。法官跟检察。那基本上来讲，我会认为说这个案子上面，我们尊重司法，但是我们绝对支持上诉来捍卫我们自己的清白。因为老实讲，这句我很赞同国审委员讲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们看到这2个案子，其实不只是那个匡衡学长的案子，包括高虹安高市长的案子，2个案子都是不符合所谓的比例原则。第二个，有很多的预设立场，在这2个案子里面，我们看到有太多我们觉得说其实不应该这样判的逻辑，可是他们偏偏要这样判。那我就让我想到，我不敢讲，我不好意思讲说司法败坏，因为基本上我们还是认为我们自己台湾是个先进国家，我们的民主法治是成熟的。但是我会觉得，我们现在的司法慢慢的已经从所谓的无罪推论变成所谓的有罪推论，也就是说，在证明你是清白之前，你都是有罪的。尤其在这种高度争议的案子上面，你必须强力捍卫自己的清白，你必须找出自己没有做错事，你必须讲说自己是无辜的。而且你必须证明自己是无辜的，那法官才能判你清白。在法官判你清白之前，你都是罪人。那我觉得这个跟我们一般的民主法治的精神是完全背离的。他这个案子真的很怪，很奇怪，就是我觉得他说法很奇怪了超奇怪。第一个他那个窃占国土的这个部分呢无罪，那因为法官的理由就是说，因为他都有付租金嘛。可是呢，这个呢却是民进党呢一直在打这个严家的一个关键的案子这个部分反而没罪。然后助理的部分，我说怪是在什么地方？根据严宽恒的说法就是呢，这位呢林敬福先生呢，他其实呢常年呢都无偿的在帮他做一些选民服务的事情。那后来呢，等到这个严宽恒的名下的一个公费助理他离职了之后呢，他就聘这位林敬福呢当他的这个公费助理。然后法官说呢，你在这个你林敬福呢就叫你太太你太太不知道不知情的黄姓配偶呢制作了一个叫做严董代收代付的总表。他把这个就有一家这个院里公司
哈，院里公司呢，它有每年配发给严宽恒一些盈余啊，都放到这个账户里面去。因为严宽恒就说他要给这个助理的薪资都给他了嘛啊，然后这个林进福呢就把这个助理的薪资呢跟他们院里公司呢要配给严宽恒的那个钱都放在这个账户里面，而且呢法官说查他那个账户的流向呢都是来去支付呢扣抵这个院里公司代严宽恒家族垫付支出的什么车款啦、健保费啊等等这些费用，所以显然你严宽恒说你把钱给了公费助理的钱，你给了这个林先生，林先生根本没有用啊，他是成立了一个账户，而且来付的是你的钱，所以呢，你就是诈领这个助理费。但我不知道确实的这个情况啊，但我想就是说，如果说呢，这个代收代付的这个支付的这个总表，就是这个林先生他所设立的话，他可能就是压根他就没有要拿严宽恒的这笔助理费。所以呢，他就把这个比如说这个院里公司应该分配给这个严宽恒的这个钱呢，他就就一起放在这个地方，然后去支付他相关的费用，所以他就是他的支持者嘛。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然后你就要说他说是在严宽恒是诈领助理费，我觉得太牵强了。好，法官是这样讲的啊，说呢林进福代收代付都用在严宽恒的相关支出上。换句话说，这笔钱并不是林进福担任助理所可以使用的钱，它只是代为收受，用来支出严宽恒相关的明细。就是判准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助理呢，这个钱并不是你的钱，只是进进出出那个账户，那钱是要替严宽恒付的啊。那是不是用这个钱去领国家的助理费？现在听起来也是怪怪的。而且开始并不是因为这个，开始他没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开始是窃占国土选举啊，你窃占国，从窃占国去查，然后查到说，他这个假买卖啊，付了4000多万，那钱呢到哪里去啊？林进福帮他在处理，那林进福是谁？哦，助理哦，领了公费，大概就这样。所以这个案子整个发展是这样子，也很奇怪。休息一下再回来。而且我。好，电费涨价哈，电费确实已经涨了，夏季电费什么的呢哈。那另外呢，大专院校宿舍电费也是涨，有的一度要5.5块，一度要6块哈。那所以呢，这个跟校外租差不多了，因为学校没钱了，要付这些电费啊。那童子贤说核废料不要怕，民进党说要推广核电，第一个核安，第二个核废料。核安问题是这么多年也没有什么核安问题嘛，就是台湾的核安还好啊。那另外呢，就是这个核废料，他说核废料经常动物园里面老虎关在笼子里嘛，你怕什么呢？老虎出来会吃人啊，但是核废料是关在电厂里面的，除了蓝雨那个，其实那是很低剂量的，一般高剂量的低阶的蓝雨的什么手套啊、雨鞋啊等等。真的高阶的核废料是在核电厂的下面，在这个湿式储存槽里面。那将来用完了以后，再移到干式储存槽，就在那边，都在核电厂里面。那核电厂它跟旁边没有影响，它也影响不了旁边啊，你也进不去啊，它都让你也不能随便进去。那么大一个厂区，它在里面放在里面，所以他就说，就算是老虎，也是关起来的老虎啊。我觉得他这比喻还不错了啊。那另外呢，所以呢，4维食安看起来很危险，其实有什么危险的啊？那学者是说，是政府不想处理啊，政府不想处理。那另外呢，他现在这个赖清德搞一个叫做国家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召集人是赖清德，副召集人是行政院副院长、中研院长跟这个童子贤，然后呢，这个执行秘书彭启明环保部长，副执行秘书总统府副秘书长张敦涵，顾问一个李远哲，一个简佑新啊，然后委员有24个人，政府机关8个人，产业代表6个人，公民代表6个人，学者增加4个人啊，就是反正都有了，赞成核的、反对核的都有了哈。那这个
所以呢，把赖清德把这李远哲、童子贤拉到里面了，说呢，这个因为他们是永和的嘛啊。那另外呢，民进党委员就问赖清德说：“你挺和吗？你为什么把这2个人拉进来？”赖清德说：“童子贤讲他们的，你们讲你们的，你们反和，你们继续讲啊。童子贤永和，他讲他的啊，哦，和各言而治。那另外呢，这个童子贤倡议核电跟绿电共存呐，4个非一，绿电也不是全都绿哦。他说你将来那些什么太阳能板呢，25年后怎么办呢？满街都是这个东西，怎么处理啊？然后呢，这个台湾你现在都毁了森林、农田、潮间带、珊瑚礁跟海洋去搞这个太阳能风电啊。然后呢，绿电有间歇性发电问题，绿电不能持续发电嘛。像昨天我们笑那个台电说，这风发了220万千瓦，这是不是台风来220千瓦啊？今天有这么多吗？今天查查看。今天有台风，对不对？明天呢？核电它是永远就是一般正常发电厂是机载电力，它是一直发的嘛。那另外绿电成本未来恐怕节节上升，越来越贵了啊。那国民党说要把非核家园改成近零碳排啊。那另外呢，这个核3厂1号机明天就要除役了。反核团体坚持反对总统府讨论这个，讨论什么？废就废了，停就停了，还讨论什么？讨论你们还想要继续用吗？这个媒体说赖清德是全民总统反核压力你要撑住啊，你不要你反对啊，你就开始变了。我们看一下。有不少私立大专校院宿舍电费都悄悄上涨，碰上暑期用电高峰，部分一度电从原本的3元涨到5.5元，甚至6块钱，一口气翻倍调涨，引发学生不满。但学校强调是不得已，如果不涨就无法支应成本。其中包含辅仁大学在校务会议通过调涨宿舍电费，一度电从3元涨到6元，本月初开始实施。供电问题频传，让能源议题再被讨论。所有的能源选项呢，都要对台湾有利所以台湾应该要尽量减少碳排，然后要能够稳定供电。我只是认为核可以帮助绿，核跟绿这2个都是不排碳。不过赖总统任用从反核转为挺核的童子贤，也让环团忧心是否等于政府的核能立场转变。邀请童子贤董事长来担任副召集人，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加强社会对话。我来讲一下这个3个委员会，这个是总统就任以来的一个发明他这个发明其实是很有问题的，因为他真的是把府院之间的冲突不依照宪政架构，中间插了一个东西进去，但是呢，这个表示总统心思细密，也充分反映他的性格。但是搞了一个百花不放的大拜拜其实它里头各种人都有他如果细密的算一算，公民代表啊，什么代表里头到底有几个反核，几个永和，他老早知道了。而且他有讲，如果大家意见都一样，那叫共识，那就不需要这个会了。如果有不一样的呢，那回去再研究，不是有共识跟没有共识不都一样吗？这个我觉得为什么赖清德需要这样一个委员会，就是做各种万一发生的变化。当社会没有办法接受有反弹的声音的时候，这个有人来当垫背啊，有人来当缓冲剂啊，有人来当刹车皮啊，你看里头都有。童子贤的角色就是这样，你发威讲话大家有人来对有换的有赞成的李远哲也是这个角色我觉得一个总统带动的内阁，如果这么没有骨气，这么没有担当，这么没有意见，你看人家，我们又回到开始讲贺锦丽就非常阿萨利川普也很阿萨利万斯这个家伙是个烂货，他也很阿萨利哪里有人像赖清德跟这个内阁这么什么稀稀模糊到处再说再问再开会再讨论，我们要最后干嘛？
坦白说啊，我觉得过去这8年就是看民进党一直打自己的脸嘛。好，现在这个显然赖总统是要打蔡总统的脸了。2025非核家园要自己把它吞下去了，这也不意外啦，因为美牛也吞下去了，瘦肉精也吞下去了。好，这个福岛5县市的核食，现在民进党也宣布要开放了。民进党都在打自己的脸嘛，趁着台风天就趁乱发布哦。所以大家等着看哦，2025非核家园的政策，民进党自己会收回去的。我会认为说，现在搞到后面的话，我们台湾的经济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现在用的碳所有的电都是排碳，那最后面那个 C band 过来的时候，我们会很惨。然后那个童子贤企业家啊，是非常成功的企业家，讲的话我觉得非。